欢迎回到投资赢总经。2025开年之后，人民银行为了守住人民币的汇率，做了不少动作。再加上川普上台，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关税冲击，中国手上还有哪些底牌可以出呢？今天这集就让我们来聊聊中国是如何用去美元化榨干香港的剩余价值。以中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来看，人民银行在2024年底持有外汇资产 3.2 兆美元，到了2024年10月底，持有美债7601亿美元，比前一个月减少了119亿美元。这边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持有美债最多的时候发生在2013年的11月，持有 1.316 兆美元的美债。那一年是习近平上台的第2年。到了2018年美中贸易战时，降到了 1.19 兆美元。2022年2月底还有 1.03 兆美元，在这之后就直线下降。中国减持美债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2022年后对美贸易顺差的减少，另一个则是外界分析师的猜测，可能是在替未来攻打台湾的战略资产转移做准备，避免犯下与俄罗斯一样资产被扣押的错误。那么中国的外汇资产从美债挪出之后跑到哪里去了呢？根据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年1月于香港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发表演讲，宣示人民银行会把更大部分的中国外汇资产摆在香港。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下一个要问的问题就会是，以后谁要来付这些资产配置的收益呢？会是香港政府吗？毕竟香港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所以要让地方政府来收纳中央政府的资产，然后再付利息给中央吗？而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资产安全。如果中国决定把资产从美国挪出，并且摆到香港，那么港元的稳定应该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02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把原本的货币互换协议升级成常备货币互换安排。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原本是2年续签一次的协议，改成随时可以换货币，不再需要换约，以及把5000亿人民币换5900亿港元的额度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换9400亿港元。同时，香港的联系汇率制让港元几乎等同于美元。不过吊诡的是，尽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不论是在人民银行还是在香港金管局的报表归类，港元与人民币各自属于香港金管局以及人民银行的外汇资产。那么这样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在继续说明之前，财讯想跟频道会员表达谢意，同时也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或是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是让我们持续经营的动力来源。新的一年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人民银行透过持有港元资产，形成了 3.2 兆美元的外汇存底。香港金管局光是透过常备货币互换，就持有了1200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香港最新的外汇资产数字是2024年10月的4212亿美元，而2个单位又互相不公布对方货币资产的持有比例。于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疑问产生了，到底是港币是人民币的担保资产，还是人民币是港币的担保资产？唯一确定的是，两边都需要美元作为货币发行准备，但两边都在去美元化。香港的人民币越多，香港被国际需要的程度就会越低。原本人民银行还担心企业过度使用外国融资，导致国际债信受到影响，冲击到中国政府举债的信用，所以限制了各个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对外杠杆比例。但在2025年1月13日，人民银行与中国外汇管理局却调高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 1.5 调高到 1.75， 直接把对外借款的杠杆比例放到历史最高点。不过参数调高，就会有外资愿意大量融资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吗？之前中国房地产狂潮时，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纷纷在香港发行高收益债券，每年融资成本高达 10% 到 15%。 2019年之前的亚洲高收益债券指数有超过一半的权重都是中国房地产债券。
但是经过3年新冠肺炎的冲击之后呢，恒大已倒，碧桂园正在跟外国投资人商量比较宽松的美元债偿还条款，而世茂房地产与融创中国已经在香港法院被投资人要求破产清算。就连号称最稳健的万科，目前1年到期的负债高达1166亿元人民币，手头的现金只剩798亿元人民币，2024年前3季的净现金流出50亿元人民币。市场担心庞大的资金缺口会让万科撑不过2025年。在这个背景下，被人民银行调高借款参数的中国民营企业，真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再轻易的跟海外市场借到钱吗？现实是中国正在想着用所有可能的办法榨干香港的剩余价值，还留在中港股市奋战的所有投资人都要警惕，除非是自己原本就不打算从中国撤出资金，否则哪天香港金管局不再有美元兑换让你的资金离开，那么还留在中港股市的所有资金都必须要有在中国境内长相厮守的觉悟了。财团粉丝们，您会投资中港股市吗？ A. 还是会，长期来看有复苏的机会。 B. 不会，风险太高了。 C. 不确定，还需要继续的观察。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哦，我们下次见。